中國金融圈真的完了。過去1個月，中國金融系統像突然按下了獵殺鍵。整個12月，各路大佬不是失联，就是被帶走，不是被公訴，就是家被抄的連襪子都數清楚。這場金融腥風血雨不只是反腐，是一場系統性清洗，而且是幾十年來力度最大、範圍最廣、速度最快的一次。如果說以前抓幾個是敲山震虎，那今年的動作是直接拔地震州，震得整個金融圈都在高喊一句話：這次是真的殺瘋了。你想想，1個月裡連續出事的人是誰？浙江投行一哥朱東晨，國泰海通證券投行聯席總經理，手裡經手的上市項目多到數不過來，浙江企業上市圈的門神級人物。結果，據傳在機場被抓，當場帶走，連回家換衣服的時間都沒有。中信證券投行大佬陳軍，在中信幹了快30年，能在這種級別的機構做到頭部，那叫一個江湖地位穩如泰山。現在呢，加被搜，本人被查，是10年內第2次進去。債券女王翟晨曦，天風證券債券業務負責人，新華基金前董事長，債券圈響當當的大人物。前腳出席公開論壇，對外侃侃而談，後腳直接被帶走協助調查。僅這3個人加一起，中國整個投行界、債券界、基金界等於是半個天花板被摘了。更誇張的是，這不是結束，而是剛剛開始。過去大家覺得金融圈錢多，罰款算什麼？判刑那太罕見了。但今年的動作堪稱史詩級，僅12月就爆出一位頭部券商高管被公訴。杜鵬飛，某大型券商投行業務高管、保薦代表人，振華新材 IPO 項目負責人，涉案金額410萬元，檢方建議判10至11年。這是什麼概念？中國金融圈過去很多年受賄幾十萬罰行政拘留的案例都不少，但如今400萬10年牢，意味着一個信號：監管層已經從警告和罰款切換為直接掀桌子。為什麼這次抓的人這麼多？為什麼剛抓完一個，第2個立刻失聯？為什麼投行、發審委、券商、基金、債券圈一個不剩？答案只有一個：一條巨大的腐敗利益鏈被撕開了，而負責撕口子的是一個你一定聽過的名字——郭旭東。證監會 IPO 發審委5朝元老，在 IPO 系統裡待了10多年，見證無數企業上市生殺大權。10月主動投案，從他開始，調查順着往下延伸：發審委、監管處室、保薦人、會計師、企業老闆、PE 基金、各路掮客，一個龐大的腐敗鏈條被一點點、一串串拖了出來。拔出蘿蔔帶出泥，這句話被用在金融圈今年最貼切。比如，朱東晨的案子牽出了郭旭東，陳軍又牽出監管處官員楊嬌紅。翟晨曦則關聯天風證券原董事長於磊，中層幹部杜鵬飛又牽出上市公司突擊入股鏈條。這些案子看似獨立，其實是一張網 ，IPO 腐敗網。所有案件看下來，最核心的腐敗模式只有4個字：突擊入股。怎麼玩？發審官員利用權力，預先獲得你上市公司的原始股。保薦人暗中牽線，告訴企業該怎麼處理關係。上市後股價大漲，成本幾塊錢的原始股一上市漲到幾十、幾百，1年解禁，大佬們輕鬆淨賺數千萬。中國 IPO 市場每年新增企業約300至400家，2024年達到536家，平均一家上市能帶來至少數十億市值增量。而突擊入股的利潤往往是
投入300萬，回報3000萬；投入500萬，回報5000萬，甚至上億。這不是投資，這是印鈔機。難怪監管層這次徹底忍不了。為什麼今年突然殺得這麼狠？3大原因。原因一 ：IPO 腐敗影響中國整個經濟。2024至2025年，中國 A 股 IPO 市場規模超過4800億元。如果監管環節腐敗嚴重，影響的不是一家企業，是全國的。資本配置、創新激勵、資源流向、上市公司質量，整個經濟都會被扭曲。現在的數據非常嚇人。2025年 A 股上市企業利潤同比下降27%，科創板虧損面超過55%，新股上市首日跌破發行價的比例高達38%，歷史最高。這說明什麼？上市公司質量被腐敗拖垮了。原因二：金融部門內部合規系統失效。以國泰海通為例，合併後整整更新了600家項制度，但制度沒對齊，中後台合規斷層，結果就是外強中乾，漏洞一大堆。天風證券更離譜，前董事長落馬，副總裁落馬，債券業務負責人落馬。這不是事故，這是系統性塌方。原因三：金融風險開始威脅社會穩定。2025年，中國地方債規模突破41萬億，不少城投平台現金流斷裂，房地產暴雷餘震不斷，銀行壞賬率上升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金融圈在內部腐爛，那就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級別的災難。監管層這次為什麼殺得這麼狠？因為他們知道再不打，出事的不是某家機構，是整個國家的金融穩定。如果你以為這3位大佬被帶走已經是高潮，那你太天真了。真正讓金融圈恐懼的是，這只是第一輪。現在被帶走的大多是投行老將、保薦人、債券部門負責人、部分監管層幹部，但更深的層級還沒開始。一個業內人士說得很直接，這次力度比2015年股災還大。當時查的是操縱市場，這次查的是整個 IPO 利益鏈。一句話總結就是，中國金融行業正在經歷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掀桌式反腐。為什麼這波風暴是史無前例？因為它動了金融權力階層的命。在中國的權力體系裡，有一群人一直是相對穩定、相對隱秘、相對不被觸碰的金融系統的權力階層。他們不是什麼明星官員，不是什麼火線人物，但他們掌握的東西比很多大官還要關鍵：審批權、上市權、放貸權、重組權、定價權、評級權、交易權。一句話，他們決定錢去哪，資源去哪，市值去哪，財富去哪。你以為抓幾個是清風徐來？錯，這是在動金融權力階層的命。過去10年，中國主要查的領域是國企、房地產、能源、建設、金融行業邊角料。但這一次不同，這次查的是金融權力鏈條的核心環節，包括發審委系統、監管系統、券商投行系統、會計師體系、律師事務所、評級機構、債券發行鏈。這是什麼概念？這是把整個金融核心鏈條拆開，逐個檢查。而任何一個國家，只要動到金融系統的神經中樞，都是大事件。這就是為什麼金融圈今年普遍傳一句話：這次不是撓癢，是動手術。為什麼監管層突然這麼狠？為什麼投行一哥、債券女王、中信老將連環倒下？為什麼案件一層層挖，就像永遠沒有底？原因只有一個：經濟壓力到了不能不動刀子的地步。看數據就知道，2024年
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估算超過70萬億。2025年，城投平台利息支出佔收入比重超過40%，房地產投資下降16%。40個大中城市房價連跌23個月，金融圈承擔着什麼角色？續命。但金融本身卻腐敗橫行，利益輸送，突擊入股，操縱估值，作假報表。當續命機器本身都壞了，那麼國家只能做一件事：重啟系統。這次反腐的力度就是在按那顆重啟按鈕，但代價極其可怕，整個行業會被連根拔起，重建需要5到10年。過去1個月，中國金融圈出現的事情看似是反腐，實則是一次系統性重構，一次利益鏈條清洗，一次金融秩序重建，但代價是巨大且殘酷的。金融行業正在經歷信任崩塌、資本逃離、市場冰封、權力大洗牌、全產業鏈動刀子，而那些被帶走的大佬只是崩潰的開始，不是結束。一句話形容現在的局面：中國金融業不是在經歷風暴，而是在經歷拆了重建。未來會更好嗎？不確定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真正的至暗時刻還沒到。